我们先调花青浓墨，从鱼头嘴部开始，用侧锋抹出身体的前半侧，然后我们调藤黄赭石，把背鳍画出来。好，那这个是在身体的中心线，再用刚才的颜色把另外一侧部分的身体也就是在鳍的背面的一个身体一部分把它画出来，那顺便把这个鱼的眼眶也做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用浓墨把嘴的外形跟身体整个结构的轮廓线把它描绘出来，把这个鱼的外形给做出来，那把眼珠也点上。好，那接下来眼珠的后面呢是腮盖哈，那腮盖呢左右要对称一下，好，要注意身体鱼形的流线哈，不要有凹进去的地方。好，再用淡墨把鱼身画出来。好，接下来我们调藤黄赭石，用侧锋把鱼鳍画出来，在这边我们画上在腮旁边的胸鳍。那在身体的后半部有它的腹鳍，那我只画左边这一个部分，因为其他的部分被遮到了哈。好，补上把尾柄也补好一点哈，因为每一条鱼我们很强调它的尾部的尾柄。那接下来用大侧锋去画尾鳍，那注意尾鳍的飘逸感哈，它有转折，有各种角度不同，飘散哈，不要死死的就画出3排。那用笔前面比较实，后面可以虚一点。那有一些重叠的部分颜色会比较浓，因为它会扭曲哈。那注意它飘动的样子哈，用侧锋，然后颜色尽量的淡。好，那金鱼的鳍主要有3股哈，那每一股中间都会有一点重叠跟飘散，不要用横扫就是3股非常明显，其实它的变化非常大，这样才会灵活。然后在立起来的状态之下，侧边的立起来的状态之下，它会变得很细哈，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那这个鳍尽量的去淡。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每一个鳍里面的这些经络这就是像血管一样的一个筋把它勾勒一下。我们也可以把它叫鱼刺了那背鳍的部分也是一样有。那注意生长排列的方式它并不是同一点，它其实是一排的。那这个尾鳍的部分要注意到转折，所以它的变化就很多最好做一点写生观察一下。那这个鳍不要太浓因为它半透明状态的，太浓的话就没有它的飘逸轻柔的感觉。
那旗画好了以后呢，我们开始用浓墨点鱼鳞。那这个鱼鳞要有一点排列哈，从鱼头的鳃盖以后才开始有鳞片哈。那排列到尾柄的时候会变小。那直的方向要有一点弧度感、弯曲，让这个鱼的身体有体积感觉啊，不要排直直的，那就没有一种体积的感觉哈。好，那黑鳞的部分我们点完了以后呢，好，我们要把鱼肚处理一下啊。那点一些比较淡一点的黑鳞哈，隐约的黑鳞，在鱼肚的部分要淡一点。然后我们在身体的一侧啊，鳃盖后面它有一点点黄色啊，把它补一下，淡淡的黄。接下来我们可以把鱼肚的白色给填上哈，那淡淡的白色不要太浓，而且要把它跟上半层的鱼身哦颜色要能融合。处理好了一下鱼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鳃盖提亮。然后在两边的鳃盖都边缘都把它提亮。好，那鳃盖的后面我把它加暗哈，让它鳃盖有一种飘起来、打开的感觉，里面有阴影感。然后再在鱼肚上面点下更白的鱼鳞。一样要有弯曲性的一个排列哈，这样鱼的身体才会有圆柱形。好，那我们把鱼眼上的眼轮画上石青，鱼头也刷一下石青，让它有反光感。接下来我们把眼睛的颜色给画上啊，做一点小心的修饰。有一些缺口把它补一下。最后点上眼睛的眼珠的高光。好，这样就完成了一条岭南的金鱼。